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看法，跟我们互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三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何荣，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孝伟兄。何荣兄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现在中日的争议呢还没有落幕啊，但是现在大家在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原本希望是能够尽快的到美国去访问，最好呢是在明年1月啊就能够访问美国，但是日方在跟美方协调之后呢破局了，现在日方呢是希望能够抢在川普啊，现在是说看4月访中之前啊，在3月就能够抢先让这个高市去访问美国，当然也希望呢能够争取川普强力的支持，并且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日美同盟的团结。而会让高市这么不安的原因啊，当然其来有自啊，一个就是美国现在迟迟没有特别强力的表态，另外一个呢就是中日冲突更加进入到一个真金白银开始流血的经济战。短短几天之内，有好几条的重磅消息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哈，包括了大陆要求旅行社必须要削减40%到日本去旅游的团客，还有46条中日航线在2周内100%的取消。明年1月呢，中日往返航班将取消超过2000个班次啊，损失大概估计了一下44万游客。另外就是大陆的游客减少在日本的消费，让11月信用卡交易额同比减少了8%。日本的百货可以说是海啸第一排啊，光是在12月前半个月的，从他们的免税销售额来看，大丸松坂屋百货啊，这同比就下降了9.4%，高岛屋下降9.8%。另外呢，3月伊势丹百货呢是下降大约有2成左右。但如果我们只单看中国大陆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因为高岛屋的大陆客比较多，所以呢，看到它的降幅更是高达了23.9%。也就是说呢，日本观光业呢一下子就进到了好像是冰河期一样。现在连饭店住宿也传出撑不住啊，像是京都的房价平均降价57%，而京都甚至传出有一个晚上呢，只要300块钱台币就能够住一晚，这种当然是属于极端的案例。大阪呢则有饭店因为失去了中国大陆的团客更是带头砍价。那你知道大饭店开始砍价，当然连带影响的就是小饭店啊，这些旅宿业者呢也说撑不住了。聂老师，现在不只是看到的航线归零啊，现在也传出说中国大陆方面还要求要再削减40%到到日本的团客啊，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在观光这个方面，中国大陆出重手，有打到痛点上。当然有46条中日航线，你刚刚讲100%停航，然后呢就是所谓的航线归零，这是非常严重的啦。当然，他要打这个，当然就是打击这个日本的经济信心嘛。那当然这个减销了，这个少了掉了。之前在10月到11月就提出了一个，当高市10月7号提出这个，所以台湾有事之后呢，日本不是很快就做了动作，叫做避免赴日旅行。光这几个字你知道吗？就已经削减了非常多。大家就知道从10月到11月，你知道一年中国去日本旅客大概是1000万人啊，900多万，全世界是3000多万，它大概占1/4。光这个平均起来一个月是80多万，好，之后从10月到11月一下就降到50几万、56万，就跌了20多%了，将近1/4，所以已经这个砍掉了非常多的旅客。这次再这样子中日航线再断航的话，那就不得了。当然，你就像你刚刚讲的，会少掉40多万，不管是详细数字会多少，就这么多的这个旅客会少，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这个因为地缘也近嘛，台湾去日本也是一样，都是自由行比较多，自由行的人你知道吗？就到处拍照，然后呢就开始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所以呢，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就在消费上。因为这个，其实我们讲说，全球就算中国只有去1/4，因为中国在这10几年经济起飞之后，中国人其实土豪是很多的，很会花钱去在这个日本吃花钱花凶的，其实是这个我们的对岸中国人。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只是这个吃的部分，你看吃一定会有很多餐饮店一定会受到伤害，包括我们的住宿业。其实不瞒你说，我在日本我自己就有合法的这个民宿啦 Airbnb 这样在做的，在澇谷雅。但重点是
这个时候呢，当然我的话当然是尽量用这个西方课程。不过呢，中国人减少的话，锐减，你绝对会受到伤害。所以您刚刚讲到的前线的就是住宿啊、饮食，还有甚至买一些药，你知道吗？它非常多的药妆啊，中国人去你看满满的里面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买药是非常疯狂的，消费力很强，他们自己的药品也很强，但他们就是一种日本药，他们也会有一种这种从日的这种互相都就是有这种很强的这种药品消费力，以及其他的可爱的卡哇伊的商品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日本经济啊，自从高市早苗在台湾有事之后，那当然中国它有非常多的力气，光靠它人口的量，你知道吗？就可以压倒这个对方。所以他这一招做到，应该会让这个日本会很痛，而且尤其在经济观光上。他现在挑这个时机啊，正好接下来大家也知道就是要跨年，跨年完了以后呢，就是中国人这个农历春节啊，这算是放假的大旺季哈。对，所以挑在这个时间点，绝对也是有原因的。当然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讲说大陆就是一个11长假，那再来就是新年嘛，这个时候大家最多放假。对，那我们在那边说，还有一个就是樱花季啦。那这个时间当然刚好点到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砍。那当日本其实就像那个当时的奥运一样，他当时想象他的奥运可以赚很多的钱，花了很多的科技广告，结果碰到了疫情，也很惨。这一次呢，当然又开始等于又是一次的，让他在最应该可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外汇收入啊，就观光收入的时候，在这又是重一击，对他的确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伤害。确实啊，这个刚点了一个重点，农历春节之后呢，搞不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樱花的花季啊。3月底。当然美方的态度呢，最近也让人家觉得有点这个令人值得玩味之处哈。我先请教大使哈，怎么看美方？因为最近看到他们非常的低调，还是为了明年4月想办法一定要让川习两人见上一面才行，所以这个时候按兵不动是吗？对，不仅是明年4月，明年一整年都需要，因为美国明年的重头戏是在11月的期中选举。川普现在的状况有一点不明，虽然时间还很长，对，可是他已经步步为营了。他上个礼拜突然跑出来做了一个全国演讲，有人的分析就是说，哇，他已经感受到11月那个选举压力来了，他已经开始进行选举的这种不是布局了，已经开始竞选了。那事实上的话，美国的选举，任何国家选举，真的关键因素都在经济了，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啊、政治号召，那个是经济好的时候，大家讲经济如果说有起伏的话，那当政者基本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大使，您说到这个点上，我们就来看哈，经济确定是这个执政者他们这个算是软肋哈，因为呢，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中日之间呢，现在这个为了争议哈，还是相持不下。那现在对比呢，我们来看过去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情形啊，当时外界就有一个分析，说美国大豆的经济产值并不高，中方呢购买美方的大豆虽然占了美国出口总量的54%，但是充其量如果从金额上面来看的话，它的价值也才132亿美元，相较于美国全年货品的出口总额是2.8兆美元来说，那根本是9牛1毛。但是呢，我们却看到了中国大陆呢，透过打击大豆这个命门，逼使川普最后不得不妥协，所以分析认为呢，这可以说是经济工具化的经典案例。对美国来说，打农业就是直接打击了共和党的政治票仓。所以大使刚才特别提到了，现在对川普来讲呢，明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2026就是期中选举啊。那回过来看这次对日本的做法，反制措施几乎是刀刀见骨，而且都是指向观光啊。观光确实是日本的软肋。在大使分析之前呢，我提供给大家一个数据哈，就确实啊，日本的观光对于日本的整体 GDP 的贡献呢，是7.5%，在2024年啊，最新的数据是如此。另外呢，它是日本重要的出口产业，因为观光收入呢超越了半导体、钢铁，成为日本在汽车以外的第2大出口品，所以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打观光就打对了。而且基本上就是说，现在中日关系的这个气氛之下，如果中国大陆还有大批观光客到日本去观光，若无其事，然后大笔花钱的话，那就给日本的政府传递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也就是基本上高市早苗的讲话是中国大陆政府在反对，人民完全无感，所以我觉得就中国大陆来讲，他一定要在这上面
有所作为啊，也不能让这件事情啊继续来这个来持续下去。那另外一点就是，其实观光业在日本的整个 GDP 我看是7.5%啊，那不算大，可是也不算小。可是问题就是说，观光业这个产业跟一般的高科技产业它是不一样的，它创造出来的产值可能差不多。可是问题是什么？观光业是可以聘雇大量的非技术的就业人口，那这些人就是说，他的这个从业人员的数量要比你那个高科技的工厂那要多得多，而且他深入基层，有些市井小民他可能都靠观光业为生，即使是在市场上摆个摊子或者卖一些这些欧米亚给这种小生意、中小企业，他可能他的生计是跟观光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产业它的就业人口对比之下它比较大。第二个呢，它这个就业人口的属性是属于中下层的人民比较多，那企业也是属于中小企业。那你当然你看到它有这种大的这种旅馆的 chain 可是呢，你也有很多小的旅馆也在这里面从事住宿业的。那这个交通业的话，计程车也好，还有做这些旅行的这个租车的、租赁车的，尤其那个大巴士的司机、大巴士司机或者中型司机，这都是很重要一个，它很重要是需要这个。另外一些药妆店这些店这个在日本大街小巷都有。那这些还有就是说，日本的其实为什么这些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是构成日本的这个观光客的主力？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什么？对这个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不管两岸加上香港，就是汉字。对，你看到那个药妆的东西你不会跑错店。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说，这个饮食习惯比较接近。那个双方都是酱油 base 的。我常常讲就是说，西餐跟中餐最大的不同就是西餐以牛油做 base， 那么中餐呢，亚洲餐饮酱油以酱油做 base。对，你在日本你不会觉得那个食品跟我们差太多。对，所以就变成这些都是小商贩、小餐馆，小的旅行业者，那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就业人口。是那日本的第三季今年2025第三季，它的整个 GDP 是负0.4%。日本现在这个各界非常的担心，因为2025事实上本来年中Christmas 还有年中，它还有就是说到年底还有这个这一波这个观光业可是因为11月7号高市早苗这个讲话这个错误言论以后事实上，对日本的这个观光旅客立刻就跌了30%，那现在还在继续增加。对，那所以就变成第4季的日本的这个 GDP 可能会更糟糕。数字现在还没看出来，会更糟糕。那其实日本人虽然有一些反观光客可是我是因为以前常去日本观光，我告诉你啦，不管是京都、福冈、东京大阪。这些地方，我跟你讲，满街都是观光客，满街都是观光客，连那个公车、地铁都是观光客。所以大使，你点出了说观光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好，现在说抵制观光会造成日本的重击那现在当日本业者还有2件事情，就是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呢，他们会觉得很担心的。一个是航空运力的转向就是被取消的运力呢，改由韩国跟东南亚接手了。还有一个就是消费习惯的重塑。那这个消费习惯呢，就是让民众觉得说，反正不去日本呢，有其他的替代性方案我如果去韩国也可以去东南亚都可以那去韩国的游客人数呢，因此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也因此呢，让日本的旅游业者担心呢，万一这个替代性的功能一旦完备了以后，就算未来中日政治降温了，市场也未必会回头。所以现在出现了这个市场上面的日本替代的趋势那接下来怎么看这波冲击？
这个日本替代的这个问题，当然在短期之内对日本的观光业或对日本的民间，我相信冲击一定是非常大的。但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的确它会造成短期之内日本的这个观光收支啊那个降低。什么是日本替代呢？其实啊，就是从大陆的这个角度来讲，我现在呢就鼓励我们的国民出国观光的时候不要去日本啊，你去韩国、去东南亚、去哪边寻找这个所谓的替代方案，就把原先我们对日本的这个观光的这个花费降到最低。然后呢，把这些钱用到其他地方，因为其实不可否认就中国大陆的这个观光客，他的购买力非常非常强。我记得大概10年前这个爆买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这个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在日本购买那种到处收购这种东西的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就是大陆做的东西，有时候大陆的这个人自己本身有时候信心有点不够嘛，总会觉得舶来品这个品质更好等等，所以他们一旦去日本、去香港等等，就是完全显现一个爆买的这样一个状况。但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就是说从大陆的这个政府有意的就是要把这个消费跟旅游这个导向其他这个市场，某种程度来看，你会不会有点觉得有点觉得熟悉啊？为什么当年那个韩国跟因为要那个同意美国部署萨德这个飞弹的时候，当时韩国已经被这样过了一次。所以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其实韩国当时受到多大的冲击？的确冲击也相当大。那你说日本现在有没有相当大的冲击？我相信一定也很大。但是我们看看香港，我大概刚好2个礼拜前去了一趟香港，我也注意到一件事情：香港市面上大陆观光客少了非常多，反而是反过来的，都是香港人礼拜六、礼拜天跑去深圳这个度周末。为什么？因为两地的物价差很大，那大陆人嫌贵，然后就不去。但是其实对于香港人来讲，或者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日本人来讲，可能通常也有大概类似的这样想法，反而觉得市面这个清净不少，然后整个环境也这个品质也提升不少。所以你说这个后面这个中国大陆它这个趋势会不会变成一个经济包围政治？那我相信中国大陆它是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方式来达成对高市的这个政权的这样一个压力。但是从我觉得从一般民间对高市在这个事情上的反应来说，高市反而变得相对来讲它不会那么担忧。但是当然对经济或者说财政的冲击，这个部分是一定有的。所以你说短期高市是不会软下来的？对，它不会，我觉得不会。而且其实对于一个政府部门来说，我今天已经在这个我觉得他会日后用各种的方式来去弥补这样一个说法，但是他绝对不会说我这个说错了，我这个话要收回，这个不行。因为这个其实对于高市的威望来讲，如果他一旦做这件事情，他首相都不用做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北京方面给那个高市方面，我觉得那时间的推演下去，双方最后会磨合出一条新的方式，就像当初中国大陆对韩国那样，就是高市自己要面对自己内部的政治压力可是除了政治以外的话，民众给他的经济压力看他能够撑多久因为刚才点到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体两面的。现在日本就要想办法是看观光的这个空洞，如果真的开始了，那有什么可以替补进来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关心的就是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全球呢进行这个天下为中但是有一句话您一定有听过，就是理想很这个丰满，现实很骨感。谢谢。好，那所以呢，天下为中到底有效呢，还是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实状况是如何。华府呢正式把大疆无人机列入了这个受到管制的清单，而在政界更是高喊说有国安风险啦，中国大陆监控全美但现实呢却是全美国有80%左右的农民在使用大疆无人机，大疆的商用市场市占率高达了90%。农业方面呢，有80%的农民呢靠着大疆无人机去喷洒、测量绘图还有巡田警消的救灾也是包括搜救火场夜间的红外线，全部也是靠大疆的无人机。商用市场方面呢，85%的从业人员也坦白说这个进了大疆，恐怕2年之内他们就得面临倒闭的危机。第一线的警消人员已经有人直接表态了，他们表示，如果没有大疆无人机，根本就救不了火，也找不到人，搜救的效率将会倒退10年。如果禁令一出，美国无人机的产业恐慌恐怕会更加的高涨。为什么呢？因为会有50万名左右的，就是有这个无人机飞行的执照的这些
操控员会掀起一股全民囤货潮，而且呢，这会使得二手的大疆无人机价格现在光是看到市场上的价格已经飙涨了200%了。为什么？因为怕以后呢买不到大疆无人机了，怎么办？好，所以大使，美国方面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他们祭出了国安，就高喊国安；一方面呢，却又非常的依赖大疆无人机包括第一线的警消人员就已经明讲了。说没有大疆无人机以后呢，救灾效率恐怕要倒退10年所以说一套做一套吗？对，其实美国现在搞国安搞过头了其实骨子里其实想搞保护主义，因为它这个产品让压着美国本土的这些无人机是没有任何的生机所以它就是把它挡在外面，想要让日本这个美国自己的这些产业能够生存下来。所以你要说无人机有多大的安全国安顾虑我看是不高，真的是不高。因为无人机事实上它大部分都是在怎么搞一些低空经济的，又不是搞高空监测的，那它的低空经济事实上主要现在在很多地方，比如说主要有这个摄影这个影视制片的时候用到这个无人机，对，另外还有这种测绘的技术测绘进行测绘。那么空中测绘，然后巡视检查，然后救援、农业、治安，这都有。那这些部分呢，事实上的话，整个大疆的无人机的市占率，全球来讲是70%。那70%，所以就是说。它问题就是说，不但就是说在70%的原因，是因为它在飞控的系统、在图像的传输、在这个云台的稳定各种的技术上，它都是遥遥领先，而且是全球各个这个业界的怎么讲的一个标准制定者。那所以根本就是无可取代，而且性价比很高性价比非常高，无可取代。所以呢，事实上。这个大疆无人机现在各种类型非常多。我们所谓的消费级无人机我们不要谈专业级的无人机它有一个 Inspire 系列，它是专门给你做什么影视制作的。对，另外还有一个 Hattrick 系列，它做什么呢？它主要是可做这种测绘遥感测绘巡检跟救援的，就是美国的消防，甚至美国的这个治安单位要用的，是因为它可以搭载一种传感的一种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可以有激光雷达，可以做什么多光谱的这种相机，还有红外线的相机，那就变成这种专业的测绘监视，然后你要这个现场火场的搜救、火源的搜救，这都是要来依靠这种无人机的。人进不去的，人没有办法接近，无人机可以接近。另外还有就是农业无人机，它主要在做什么呢？它做喷洒的，就是说精准喷洒。你今天这种你这种大规模的乱洒，人家是精准喷洒，去喷洒农药，更有效率区域，对啊，然后还可以播种，然后还可以怎么样？农地的测绘，所以这些部分已经在深入到这个很多行业，而且行之有年了。那美国现在突然，我觉得把这个无人机把它禁掉事实上的话，我认为是打着安全的幌子，实质上实行市场保护，搞保护主义。您看后续就是说会不会是重重的提起，轻轻的放下？现在他就是说你都要去申请。你要申请，它这个初级管制。那问题，你如果说一般市场反应非常差的话，那你就会造成你这个政策可能要被检讨，压力就来了嘛。因为美国的政策基本上它还是怎么样，它游说团体还是很强的。你现在去游说这件事情，我跟你打赌，一定是美国的这个无人机产业相关的产业，他想把大疆赶掉讲了一大堆，美国的政策都这样，美国的这个法令都这样。那还把大疆这个妖魔化的不得了，他把美国国家安全都搞走了，怎么样里面还有什么晶片什么的那其实事实上，我认为以美国的政治运作很可能就是相关产业因为利益被伤害，想把它赶出去。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你在立这个法的时候，别人不知道，可是在从大疆无人机获利的很多产业，他也要开始去游说了。他也要把他的这些美国的这些在联邦政府制定法令的这些参众议员也动员起来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不见得就一定朝对某一个利益团体它的方向去发展。另外一个利益团体就是广大的使用者，美国的消防业啊，美国这些消防总署啊，你没有你叫我怎么救火？美国的农业的啊，美国的电视的这种影视制作业，它都可能会出来说，你这样子造成我损失太大。对，就是你美国的东西又贵又不好用，你要我用谁的？那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它已经行之有年了哈，大家用习惯了哈，已经过度的在依赖这些大疆无人机了。那现在不只是无人机哈，就连美国也传出说，武器方面，这军方的武器零件哈，也是难以摆脱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对于这个供应链的依赖，因为《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说呢，美国军用零件当中呢，至少有8万项的零件受到中国大陆供应链的影响，一旦被中方祭出限制的话，包括材料价格还有生产线势必都会受到阻碍。好，所以不只是无人机啊，现在美国自己的军工体系。那美国向来不是强调说它的这个军备，它所生产的军武是世界最强的，可是现在连军用零件都离不开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就连我看到最近战争部长赫克塞斯也说，如果真的制造不出来的话呢，就买中国大陆的零件也无妨哈，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可是怎么看美国希望打造的飞鸿供应链，它的机会跟挑战？其实这个难度非常高。如果你从一般民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今天我们要你在美国，你想要过一个 China Free 的这个生活，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已经寸步难行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这个生活周边所有很多大小这些东西，很可能有很多是中国大陆做。那个 China Free 不是什么要中国自由，而是你要过一个没有中国大陆生产，不是 Made in China。对。那同样，其实军事装备也是一样，因为军事装备其实里面它有所谓的高阶跟低阶。这种零件在里面，那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中国大陆它现在在世界上各地，它是属于这种所谓世界工厂这个等级的这个 level 嘛，所以它做很多相对来说是比如说低科技。然后，但是呢，它是属于很重要的这些类似的这样的，比如说，例如像你说那个车辆的那些什么扭力杆、扭力臂这些东西，美国做的可能的确品质很好，但是美国做的很贵啊，一年只能做几个，但是中国大陆可能一年可以做上千上百个，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可以利用它的价格优势，然后来对外进行销售。那同样的，美国现在它整个问题它现在军工产业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它的叫做产业空洞化。什么叫产业空洞化呢？它今天大家那个前几天有一个例子嘛，就是川普总统不是开了一个记者会，说要搞一个叫做那个川普级的这个战斗舰。那个川普级的这个战斗舰后面，其实它真正显现的一个事情，就是美国海军今天面临的困境。它原本的这个驱逐舰伯克级驱逐舰那个造了很多，但是它伯克级驱逐舰上一级的要作为，比如说作战的时候要作为这些这个伯克级驱逐舰的战场指挥的神盾巡洋舰，快退光了，2030年要退光了。但是他们本来希望能够做一些更低价的，但是能够 cover 到大概伯克级大概5-6成功力的那个星座级被砍掉了，结果现在必须要买那个可能只有比 LCS 好一点那个传奇级要来替换，所以就变成说，你看到美国其实现在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今天知道如果跟中国大陆要进行那个军事对抗，或至少在这个军事的这个竞逐之中不落后的话，它要能够有哪些东西。但对不起，它的那个整个国家产业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接续，然后把这些东西做出来。所以川普他最后只好想说，那个另辟蹊径搞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叫川普级战舰。为什么？因为大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施工难度会比较低，然后也就它可能不需要那么高阶的这些造船工就可以做出来了。所以今天你说今天美国跟中国大陆那个对抗，它是不是有可能真的能够做到这种所谓费用供应链？其实有太多零附料件等等是由中国大陆做的，甚至比如说你说一个吉普车的这个吉普车钢盖那个钢盖钩那个钩子，这种东西你说你一定要求那个非这个中国大陆制造吗？那其实你只要拉力扭力耐用程度够，用中国大陆又何妨？赫克塞斯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想法，那些不牵涉到资料传输，然后那种所谓的耗损性的这些零附料件，其实还是必须要可能回到用中国大陆相对来说便宜而且可以大量稳定供应的这种料件，但是让美国这个产能去转向生产高阶的高精密的这样的东西。这个点出了就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跟它的制造能力是大大的有关系。我现在美国，你说像以前美国制造这样的一个辉煌时代，还有没有可能再重新出现呢？恐怕一个字难。好，那中方呢还有一项让华府会睡不着的王牌这张牌是什么呢？就是药品供应链。中国产业世界网就指出呢，
在大陆这边供应全球70%以上的抗生素原料。纽约时报更报道说，有将近700种的美国药品，至少一项关键原料只在中国大陆生产。有分析就认为说，这就是比稀土会更严重的核弹级威胁啊，就原料药的供应。好，但是听到这边，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中国大陆能够掌控36%全球36%的原料药的市场？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几趴、30几趴，这个我倒不是我的重点。我倒觉得您刚讲那个难呐、美国现在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最主要就是要制造业回流。你看川普做了多少的大动作，他在关税撕破之下，就是要你制造业回来，包括现在韩国的船要回去。是，但是这个呢不是制造业，算化工业或者是 biomedical， 就是生化医学、生化医疗。那这种科技呢？但是你说，也需要中国吗？哇，那个美国真的很惨，制造业不行，其他也要靠，因为这跟什么？跟人身健康啊，跟人身安全有关呢。因为这是药品啊，这也很重要。所以呢，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开始有头痛了，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讲说，我们讲飞鸿真的现在太难，什么都一样，稀土啊，这个无人机，刚刚讲到的军事，这个飞鸿台就像 AI 飞台积电太难一样的道理嘛。现在制造业也真的飞稀土太难了哈。那这个也就是飞鸿太，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强调的是，你刚刚讲到700多种药品哦，它的这个最少有一项原料要靠中国。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它这个原料药叫做 API 啊，叫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你去查一下，它什么呢？它这中文叫做活性的药品，你知道吗？它就是这个叫活性药，你知道吧？活性药呢，它是怎么样让你一个药能够真正发挥效用的里面很重要的元素。也就是说，可以说是你这个药品做出去，你吃个药丸上去，这里面有一个能够刺激你能够真的发生效用的那个东西，也就是等于这个药品制造出来的上游了。那这是 key 嘞。对啊，它当然是 key 啊，所以它 hold 住了这个东西，也就是控制了这个关键。所以你说36%大概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药品里面大概有36%是被它控制住，就控制原料就够了。因为我们有人就把它称为叫救命药。坦白说，你像美国做抗生素，你知道大家都熟知抗生素嘛？当然我不太吃药了哈。当然，到抗生素呢，有人说，甚至有人很依赖，你知道吗？你就发生哪些问题，就用抗生素，那从头这个疗效到底。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原料，没有这个 API， 我跟你讲，你大概就没有办法发挥效果。你不觉得就被中国控住了吗？所以有人就把它称为这个中国现在还 hold 住一个叫医疗霸权啊。美国靠美元霸权，它医疗霸权也非常重要。说我刚刚强调，人身的健康安全真的都要靠它。如果中国真的在这边做一些反正就是我们讲了，就是因为就是大国博弈之后要做一个大动作，就是开始也限制这些原料出口 API 出口，怎么办？全球可能会发生一个我们叫做系统风险的东西，就会整个医疗体系可能会崩溃，你知道，这非常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世界还是要友好比较好，要不然中国真的现在hold住的武器还真多。也就是你刚讲难，我觉得现在飞鸿的东西还真的很多很难。对，晶片不用还没关系啊，这个药品如果不吃的话，如果万一到时候对于这个生命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因为我记得在先前我们也讨论过哈，主要影响的有2个方向，就是包括像盘尼西林啊，就抗生素的，还有就是那个抗组织胺，就是抗过敏的这些药啊。你现在想象，如果今天药品原料药的部分被中国大陆卡到脖子的话，美国的感受会如何？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